娘亲，夫君什么时候回来？阿弟想吃蒸蘑菇，想喝白菜萝卜汤。应该快了吧？夫君回来了。你回来了。不是和你说过，阿丽现在长身体，不能整日里只吃这些。我知道啊，所以日夜都盼着你回来，给她改善伙食。你真的在盼望我回来？夫君，娘亲脸红了。是盼着你回来做饭。你们做什么呀？给我登记一下啊！会打鱼，还会烹鱼，一会儿就到我了，自打该我了。就我打得过，而且我还会做呢。下一位，听明谷说，你要选一个弟子给我。我会做羊肉，我会煲汤。是啊，我会做牛肉，我会做鱼。下一位，你会做什么菜？让他们都撤了吧，没一个跟过好的。好，记下了。依我看，你就很不错。可你实在没有必要跟我学，我们两个有一个会就可以了。尼古，姑姑，太子殿下要哪一个？他一个也没看上，让他们都散了吧。这就撤了？嗯。散了吧，散了吧。那我带小天孙去划船了。走，来。芊芊，陪我去散散步。你这般皮兰，一塘花都是自生自灭，却也能养出天然雕饰的形状，丝毫不比天宫瑶池的差，真是难得。哪里？我这是壶野池子，怎跟你的瑶池比？你们的瑶池数万年来被仙人凡人写了数千首酸诗，被千万人赞叹。你想去看吗？看什么？九重天，瑶池。啊，有机会吧。按芊芊你所说的，你从未去过天宫，难道不好奇吗？这四海八荒我没去过的地方多了，若是处处都好奇的话，我岂不累死？你看那昆仑虚也是四海闻名，我不是也照样没去吗？哦，你很仰慕昆仑虚吗？坏了，我没事提什么昆仑虚啊？米谷呢？米谷在洞口设置了仙障，怕是有人误闯了。姑姑，这么快就拿着扇子来了，看来是想清楚了。那姑姑的意思是？请他进来吧。是。姑姑怎么说？姑姑说，让你进去。少卿，我若是你，根本就不会来见姑姑。最后一次，此事过后，少轩绝不踏入青丘半步。姑姑，
你带着阿离先去玩吧。小天下，来。你既来找我，一定已经想清楚，问我要什么。叶华君不是外人，你说吧。姑姑，可不可以救救我的孩儿元贞？救你的孩儿？前几日天君寿诞，君上带元贞备了贺礼，前往九重天去给天君贺寿。谁曾想，夜里元贞误闯了洗梧宫，险些调戏了洗梧宫的素锦侧妃。调戏了素锦？能做太子的果然不是一般人，戴绿帽子也戴得很欢快嘛。可元贞却在最后关头刹住了脚，但是却惊动了天君。天君震怒异常，立即着捆仙索捆了元贞，并下旨命他下凡历劫60年，60年后方可重列仙本。这调戏未遂来说，这处罚确实重了些。元贞是一个善心的好孩子，走在路上连蚂蚁都不舍得踩死一只，恳请姑姑去救他一命吧。可是，他毕竟调戏了叶华君的侧妃。不必做我的人情。元贞那回事，我也觉得判得重了些。他调戏的可是你的侧妃。我没有侧妃。既然太子殿下也觉得判了重了，恳请姑姑下凡救他一命。他不过是下凡历个劫，60年后又能重回仙班，何来救他一命？因为绍兴已经打听到，在元贞18岁时，会有一个大劫。这个大劫会苦他一世。绍兴不忍心看着他这样备受煎熬，所以恳请姑姑帮他把这劫数度化了，让他平平安安的度过这一生。所以，你来找我，是为了帮你儿子渡劫？是。绍兴不敢求姑姑去求情免了这罪责，只求姑姑悄悄的帮一帮元贞。你这件事情来拜托我，托的倒是很有头脑。你知道，就算是我改了元贞的气运，天君也不会同我计较，是吧？绍兴知道，这4海8荒之内，只有姑姑能做这件事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这件事情我替你做了，但是事成之后，你我主仆情分就算是尽了。你与我青丘白浅，再无任何瓜葛。绍兴，谢姑姑成全。怎么了？又被那些小神仙欺负了？他们都笑我是小八蛇，不配在狐狸洞伺候青丘女君。你也太没出息了！小时候谁敢欺负我，我就把他打得连家门都不认识。这个呢叫破云扇，是天宫灵宝天尊送我的，送给你。灵宝天尊送的，太贵重了，绍兴不能收。你就收下吧。你跟我在一起这么久，什么法器也没送过你。这个扇子可厉害了，以后谁敢欺负你，你就用这扇子将他扇出青丘。这把扇子这么厉害吗？嗯。
送给你了。谢谢姑姑。姑姑方才为何说绍兴将此事托付给你，还托付得很有头脑？偷听了。我是想听听，这个不顾主仆情谊，害我姑姑沦为四海笑话的人，又是怎样厚着脸皮来求姑姑的？九重天上呢，是个神仙，都有篡改凡人气运的本事。但是天族有规矩在那儿，就算有这个本事，也毫无用武之地。天族欠我们白家的债有一箩筐了，一分也没有兑还。有我出面讨几分薄利，天君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，将这桩小事囫囵了。所以啊，此事由我出面最好。这个小八蛇，可真是机关算尽了。哼，他呀。聪明一点也好，在北海也不至于被欺负。此事简单，办完了，也算跟他断个干净。哎呀，看来我要到东华帝君座下司命星君那里走一趟了，看看那元贞18岁立的是什么节，哪个时辰哪个日子，如何应到人身上。司命星君脾气古怪，他手上那个气运簿子。连天君都不能借来看一看。你若想从他那里下手，怕会有些困难。那该怎么办呀？所幸，东华帝君的司命星君欠我人情。若是我去替你要，会有些方便。真的？你可以帮我要到吗？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。什么事啊？去凡间时，将自己的法力封了。封印法力？修改气运本就是逆天的事，你用多少法力去修改气运，就会有多少法力反噬到你身上。天谴，你虽是上神，但被这么反噬几次也十分严重。万一到时我们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那该怎么办？继任天后？你忘了，你迟早有一天要加入西游宫的。继任天君天后之位，必受81道荒火，9道天雷。若你再被法力反噬，我怕你会保不住性命。哦，好，我答应你就是。不过，你我尚未成亲。若你近日要继任天君的话，我可是来不及嫁你的，也就谈不上81道荒火，9道天雷了。怎么，我说的有何不妥？芊芊，你可是在怪我没有早日向你提亲吗？若在300年前我便娶了你，就没有今日这个担心了。我也就是随口一说。我看现在天色已不早了，夜华君不如早日帮我把这事办了，我好去替那元贞渡劫。太子殿下怎会想到看元贞的运簿？白浅上神答应二叔的小妾，要助元贞渡劫。
姑姑还真是宅心仁厚啊，一点都不计较那小八蛇在300年前抢走了二殿下。那我给殿下讲讲这元贞在凡间的事吧。元贞托生托到了一个帝王家，姓宋，叫做宋元贞。12岁上封了太子，如今快长到18岁了，结束将至。元贞在凡间的母亲是个贵妃，生下元贞之后，便带着她入了道观，出了家。16岁时，才让元贞的师傅将她送回了宫中。而这元贞的师傅，就是北海水军桑吉送去凡间看护他的一个婢女。婢女，所以二叔还是偷偷派了个人去看护她。正是。依小仙看，姑姑若不想打乱气运，就要替代这个师傅，先留在元贞身边。也只有这个法子了。至于如何渡劫，还需从长计议。多谢。太子殿下言重了。当初是殿下您看在东华帝君的面子上，才原谅了白凤九偷走劫魄灯的事。今日就算我替帝君还了这个人情，只是殿下要记得提醒姑姑，到了那人间，一定要封了自己的法力，否则，本君明白。早先一直听你说这册子如何贵重稀罕，我还以为卖你的面子也只能讨回一个小钞，没想到连原物都讨回来了。看看吧，司命这气运，写得很是让人唏嘘。这司命君不去写几个戏本，真的是屈才了。6月初1，皇帝出游处女村，太子元贞也会同行。到时会在河上出现一只大鹏鸟，将众人吓得惊慌失措。岸上一个美人意外落水，元贞就会跳下水去救人。所以这个劫是美人劫。元贞和那位美人在水中双双看对眼，只可惜皇帝也瞧上了那位女子，就带回宫中宠幸了。这皇帝还真是多情啊！元贞不甘心失去一生所爱，就在某夜醉酒之后，和那美人曲径通幽。不久之后，美人就生下了一个皇子。所以，元贞是给他在凡间的老爹戴了顶绿帽子。没错，那名皇子自然就是元贞的儿子，但他自己不清楚。10多年之后，皇帝病入膏肓，皇子和元贞争夺太子之位。最后死在了元贞的剑下，这个噩耗传入了美人的耳中，上吊自尽。死之前留下了一封书信，告诉元贞事情的真相。元贞读后悲痛欲绝，也欲抹了脖子。可无奈，当时皇朝只留下他一个男丁，他只好忍痛坐上了龙座。这么一坐，就坐到了60岁寿终正寝，疾苦一生。如此跌宕起伏的命运。元贞这一生还真是个传奇啊！如此说来，他18岁见到落水美人，是他关键的转折点。他只要不救那个美人，这一生就能顺顺当当的。不错。看来我要去凡间住个半年了，等到6月初1，去阻止他救这个美人。我已经为你安排妥当，你到了凡间之后，就会由元贞的道姑师傅引荐入宫，做元贞的新师傅。
我要做道姑。不错。师姐，师妹，太子殿下，贫道与你的缘分已了了，也该离去了。师父，只是，身为殿下的师父，如此贸然的离去，终归对不起殿下。幸好贫道的同门师姐，云游四方，途经此处，贫道托师姐带贫道来看护殿下。师姐几百年不曾出师门了，此番能与元真殿下结一趟师徒的缘分，与殿下也算是善福。可是元真舍不得师父啊。缘来缘去，都由不得你我呀，殿下。元真明白。可是，多谢道长这几年对元真的看护。贵妃娘娘客气了，快来见过贫道的师姐吧。元真，快拜见道长。道长，不错，不错。道长的意思是，贫道一眼就看出，太子殿下乃是九重天位列仙班的神仙。因犯了错事，才下凡历劫。那经过劫难，我儿还能重列仙班吗？如贫道点化得当，太子殿下又一心向道，我相信重回仙班并不是难事。快叫师傅！哦，师父。师父，您若是不嫌，日后便住在此处了。不错，你今日先回吧，明日再来与为师学道。是。这才正月初一，真是足足要住上半年，才能到舒玉川美人落水的日子。不过也好，能体会体会凡间皇家是如何过日子的。少仙，那日在东海义军出言不逊，今日反倒学会对昆仑虚低头了吗？我是来求见司音上仙的。你说什么？你要见司音？哼！7万年前，正是因为与你异界一战，我师尊战死，司音也随之失踪。如今还有颜面来这里，还说什么要见他？上仙，前几日我见过司音，我想他与昆仑虚颇有情深。若是回来，他一定会来昆仑虚。什么？你见过他？在何处？在东海北岸，北荒境内。北荒。义军，请回吧。虽说我昆仑虚为了天族不会再与异界为敌，可和异界也绝无任何情谊。至于司音，我和众师兄会继续找他的下落，就不劳义军费心了。不送。少仙留步。问他有什么用？既然阿英故意想隐瞒自己的身份，那些昆仑虚的人又怎么会晓得？火麒麟，君上，回大紫明宫。是。君上，臣等近日追查异界的事，遇到了很多异界的人，乔装到各地寻找司音上仙。
手中均带着这幅画。听闻，这幅画正本是义军黎靖亲手所绘，其余的全是副本。方才16师弟还来消息，今日义军上了昆仑虚，说是撞见了司音，特地去昆仑虚查看司音是否回了师门。我寻17师弟寻了7万年都没有线索，怎么叫他给撞见了？分明又是祸国。天风上仙，这画卷上面的人，可真是司音上仙？不错，正是我17师弟。你方才说黎靖义军与司音上仙见过？对，是黎靖对我师弟紫兰说的。可又说在何处？东海北岸。东海北岸，果然是东海。昆仑虚座下17弟子司音，与墨渊仙体一同失踪了7万年，这是天族最大的悬案。没想到，芊芊，你便是那个司音上仙。殿下可是有什么线索？没有，我只是听闻过司音上仙的事情。见到此画卷，一时想到了7万年前的大战。你们先退下吧。是。为何要带走墨渊的仙体？为何要消失？连师兄弟们都避而不见。芊芊，若我问你这些，你会如实相告吗？乖，婴儿真乖。君上，都退下吧。是。君上，你看，他很乖，不吵也不闹。你别闹了，都300年了，你怎么还不清醒？就是因为你当初偷了阵法，我们才会生下病儿。君上，臣妾已经找到法子，让他醒了。君上，只要婴儿醒过来，就证明臣妾可以生出健康的孩子。到时候，臣妾再为君上生上几个小皇子，啊，还有小公主。君上不是最想念胭脂吗？到时候臣妾再为君上生几个小公主，好不好？事已至此，你就放手吧。我问你，司音到底是谁？7万年，你还想着那个男人吗？你难道不知道，她和你一样，也是狐族女人？狐族女人？不可能！我在昆仑虚亲眼见她更衣过，他是个天族男人。君上也曾与他在一处，怎会不知道他是天族男人？我早就知道她是女人，但她却没有告诉我她是狐族，不是天族人。狐族女人。你是不是想到了什么？我不信她是狐族女人。君上，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。你当真不知道？婴儿真乖，只要婴儿乖乖听娘的话，娘就一定会让你醒过来的。
神奇，原来是你！我竟然没有想到，原来司音就是你。为什么我最爱的男人，一直惦记的都是你？你都有了墨渊，为什么还要来跟我抢离境？墨渊，我怎么没有想到？墨渊。您看看这个，这是采用晨曦露水调制而成的鲜艳玉露，您闻闻，多香啊！您看看，姑姑回来了。姑姑回来了，不是说去凡间了吗？是啊，这么快？没想到白浅竟然不在，真是老天爷来助我。天上一日，凡间一年。你们以为时间过得很快，实则已经过了数个月了。这倒也是，姑姑早上挑拣的，说是去凡间少则半年，多则1年，让我留着这琵琶，姑姑明日回来再取。那要不要我帮你送去狐狸洞啊？不必，我自己拿回去吧。谢谢了。姑姑今天可真可惜啊！是啊，太奇怪了。就是。姑姑，娘亲，你方才叫我什么？娘亲不是告诉阿离说要离开青丘一日吗？怎的这么快就回来了？因为娘亲很想你。姑姑不是说您要去凡间至少有1日吗？凡间太过无趣，我就先回来了。无趣？怎么了？姑姑不是要去帮绍兴的儿子渡劫吗？就是因为渡劫太过容易，所以我就先回来了。陪娘亲进狐狸洞好吗？好。走，乖儿子。姑姑虽然宠爱小天孙，却知道天族礼法，从不叫他做儿子。今日的姑姑确实有些奇怪。好了，去将墨渊上神抱来吧。姑姑忘记了。忘记什么？你不是怕太子殿下发现墨渊上神，所以亲自施法将炎华洞给遮住了吗？哦，对啊，炎华洞。我们现在就去炎华洞吧。儿子，你在这等着我啊。你果然在这里。你不是姑姑。尼古，你不要胡闹。姑姑见了墨渊上神，都要先行弟子礼的。你不是姑姑，你是玄女。你个叛徒，你还敢来青丘？
姑姑有何吩咐？去把小殿下给我抱过来。是。不如那美人落水的时候，我去将她救了。不可不可，万一那美人看上我了，岂不更麻烦？芊芊，几日不见，我想你想的可厉害。你可想我？此番我来是要告诉你一桩大事。你可知元贞在这一世的爹是谁托的生？莫非还是你爷爷不成？虽不至于是我爷爷，却也差不多。那东华子府邵阳君，东华帝君，莫非小九？我先去关窗。你睡外边还是睡里面？我还是睡地上吧。芊芊，今夜不管你睡地上还是睡床上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若你还有点法力在的话，或许能跟我打个2败俱伤。但你法力不是被我封了吗？又或许你是半推半就。夜华君，你说笑了，我这不是怕床太小怠慢你吗？我习惯睡外侧。话说，这凡间真的有大鹏鸟啊？那大鹏鸟是从佛祖跟前借的。我二叔和司命之前有些过节，司命这次可是下了血本。想不到，这司命竟然如此记仇。他好不容易安排一出大戏，让我给搅和了，他不得记恨我啊？芊芊，你不用担心，左右他还欠我一个大人情。你想不想我抱着你睡？果然，知道你睡觉不老实，才说抱着你睡的。床太小了。是，这床为实太小了。芊芊，你可识得那四阴神君？我听过，但没见过。不是听说他跟墨渊上神一同归隐了吗？
原以为你会知道的更多些。不知道。今日那义军离境，画了一幅司阴神君的丹青，并私下寻找他的行踪。这丹青辗转到了我的手上，猛地一看，像极了女扮男装的你。应该是巧合吧。天色不早了，快睡吧。三殿下，你也去蟠桃会吗？失礼，失礼。今日不知为何屡屡如此啊！看来又有人在背后妄议你啊，司命。怎么会呢？像我这种好说话的闲散神仙，不会留下什么话柄吧？太子殿下呢？方才还见着他在呢。他惦记某位上神呢。趁着群仙敬酒，又去了趟凡间，这半盏茶的功夫，就回来了。芊芊，过来与我书法。你是在唤我？听米谷说你书法书得很不错。今日我得去觐见天君，若是仪容不整就不好了。哦。好了。你从前没事。芊芊，这串珠子你先带着。如今的你跟凡人没什么两样，虽然不至于遭遇到什么危险，但还是以防万一。那我便先回天宫了。对了，昨晚忙着正经事，都忘跟你说。6月初1，你想将远征拦着，再派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去。如此一来，你一是保得元贞，二是不妨碍东华帝君立人生之功，便皆大欢喜了。好。他昨晚做什么正经事了？差点把小九忘了。师傅，为师也刚好想去寻你，随为师来。是。师傅，
你脖子这边是怎么了？看着像是……连这么细小的红痕你都注意到了。曾经有人跟我说，你有走路时连蚂蚁都舍不得踩的善心，看起来还真是不错。你可知道，走路的时候不踩到蚂蚁，不只是需要善心，还需要细心。这善心跟细心本就是一体的。是。既然如此，为师今天便考考你，你的细致程度。师父，请说。为师知道，你16岁之前一直在道观中生活，16岁之后才进的皇宫，所以为师也不为难你，就问你2个问题，一个是关于道观的，另一个是皇宫。你之前在的那道观中，有一名经常穿白色衣服的道姑，她常用的有一柄拂尘，那拂尘是什么材质的？拂尘？你且先不必答，我再问你一个问题：你现在所在的皇宫之中有一名女子，额间生有凤尾花胎记。那名女子她居住在何处？是什么职位？闺名叫什么？师父，元真寡漏，在道观中住着时，却从未见过师父口中所说的这位白衣道姑。至于这位额间一枚凤尾花胎记的女子，元真倒是知晓，正是住在汉淡院里的陈贵人。至于陈贵人的闺名，徒儿委实不太晓得。小九果然是奔东华来了。你有这般细心，已属难得。但是你要知道，学习道法要更加的细致。你今日且先退下吧，好好将你学到的态度去参一参。是。元真小弟，其实你已经够细致了，再细致你就成八公了。这位姑娘，道长有何吩咐？带我去陈贵人的汉淡院。是。请跟我来。道长，这里就是汉淡院了。小九，姑姑来看你了。姑姑，姑姑，姑姑，我求你了，不要把我带走，姑姑，我爱他，姑姑，我不能没有他，我求你了，姑姑，求你了。来生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，求你成全我和他好不好？姑姑，求你了。这疯癫的模样，该不会是他给自己用了青丘禁术养生咒？我求求你了，我给你做牛做马，我一定会报答你的，求。来人啊！把陈贵人扶进去。是。这小九平白无故用这养生咒做什么？姑姑，求你别带我走，凤九要生生世世和陛下在一起。姑姑，姑姑。不对啊，姑姑怎么会来？如果姑姑知道我用了养生咒，岂不是要把我绑回青丘？那我还怎么报恩啊？娘娘，
这两个不是天族顶尊贵的人吗？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宫里？因为本宫要用他们的身体来救我的孩子。娘娘让傀儡去劫杀天族上仙，已经是死罪了。今日的事要是被君上知道，岂不是罪上加罪？娘娘，快点把他们还回去吧！闭嘴！本宫何时轮到你这个贱婢来管束？娘娘息怒！来人，把这个贱婢拉到水牢里。是。还有，召见几位将军。是。娘娘，奴婢不敢了！娘娘，奴婢不敢了！娘娘。这副皮囊，我真的是很喜欢。参见娘娘。快过来看看。墨渊上神，娘娘，他不是已经消失了有7万多年了吗？这件事情，本宫过几日再跟你们解释。今日让你们来，是让诸位准备炼丹房。本宫要起炉做法，用墨渊仙体炼丹，让我的儿子康复。炼丹？没错。几日后，我的儿子将会拥有天族战神的元气。你们不觉得很有趣吗？姑姑，不孝女凤九来请罪了。果真是用了2声咒啊！姑姑英明。坐下说吧。既然是来报恩的，为何要在自己身上用2声咒？早些日子，凤九进入帝君的梦境，想要问他这一生有没有什么没有完成的梦想，没有达成的痴心。那石头做的东华帝君说了什么？该不会是不想要什么富贵江山，只愿求得一人心吧？姑姑英明。这一世的东华帝君竟如此俗气。大概是帝君早年间在凡间经历了一些人情冷暖，想要求一个不离不弃的女子吧。于是你便将自己搭了进来。我也不是把自己搭了进去，只是司命星君说帝君遇不到他心爱的女人，但是在6月初1，他会遇到一个他爱慕的女子，但是这个女子爱的却是元贞太子。元贞。所以，我想要捧出一颗真心来。等到帝君遇到他那个心爱的人，我便功成身退。原以为这个方法是极好的，但是我借着陈贵人的身子，见到帝君却连一句情话都说不出口。死灰不是那么容易复燃的，你也无需介怀。所以我只能给自己下2声咒，白日里做出非常爱慕帝君的样子，等到晚上太阳下山，我方可以解脱。这段日子有没有被那帝君占了便宜去？东华帝君他只是去了一趟邯郸院，不过多时就走了。你说说你啊，每天做出一副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样子，你这是为什么呀？凤九只是觉得，爱一个人是需要有敬业精神的事情，不可以在旁人看的时候做出爱的样子，但是在没人看的时候就做出不爱的样子。罢了，我还是送你走吧，你继续去捧着你那颗真心吧。你在青丘的时候活得如何潇洒肆意？看，为了东华帝君来这种地方喂鱼，你说说呢？
想来这紫竹院是个福地，怎么连您都来了？有件事情忘了告诉你，你去东海赴宴的第2日，天君的孙子夜华就到桃林来找我，问我关于你300年前的旧事。啊？我告诉他，你与擎苍恶战了一场之后，睡了很久才醒的。之后他没有问什么便走了。丫头，你跟夜华这桩婚事不会又黄了吧？应该不会吧？那就好。真真很想念你的厨艺，什么时候有空回桃林一趟吧？可是我还在凡间报恩呢。报恩？哦，你身上这2声咒下得不错啊。姑姑，他威胁我。他威胁你，不过是为了让你回去给他和四哥做饭罢了。也是。哎，对了，姑姑，你今日来此是为何啊？为了那元贞。元贞？那元贞乃是太子的堂弟，因为做了一些事情被贬下凡，我在此就不多说了。你方才不是也说了吗？6月初1那天会有个美人落水，元贞会去救那美人，然后美人会爱上他，东华帝君也会爱上这个美人。对啊。所以我要做的事情，就是让元贞从东华帝君那个情节里全身而退。那姑姑，你可想好法子了？想好了。待6月初1美人落水那天，我会先拦住元贞，然后找个人将东华帝君推下水。帝君自然会去救那女子。待他们2个人看对眼的时候，就没元贞什么事儿了。小九，你可愿意做那个推东华帝君下水的人？我受2声咒的束缚，白日里必须得忘了自己。我不扰乱姑姑的计划已算是万幸了，我怕我做不了。罢了，说的也是。实在没有谁的话，只能我自己动手。原来你在这儿呢。为了找你，我还特地去了趟凡间。走，等你好久了，快跟我去趟西海。走，去西海。没错，我刚才去西海，偶遇了在凡间办事的西海2皇子。墨渊的弟子，小舞的大师兄，就是他。我与他在凡间的酒楼相遇，吃了顿便饭，刚好有人来禀告水晶宫的事。我看他听着听着就愁容满面的，不停地灌酒，于是就多嘴问了2句。没想到让他犯愁的这事儿，你还真能帮得上忙。我就是你折颜上神。走。多谢上神为小儿诊病。能不能治，暂且还不知道，不如让我先看看他吧。是，请。说是600多年前的某一天开始，西海大皇子那不大强壮的身子骨每况愈下，西海水晶宫的那些药师们查了许久都查不出症结，便无计可施。眼看着这大皇子咳的血越来越多，只能上了帖子，让天上的药王来解决。可是这药王也查不出个所以然，最后只能开了2副药，让蝶庸不再咳血。这药王临走前啊，说大皇子这病不像是病在身上，既然没有病在身上，他区一个药王又有什么法子呢？最后眼看无计可施，只能4海8荒四处求医，可最后还是无药可医。
上神神色如此凝重，可是小儿……水君别担忧，大皇子并无性命之忧。那上神可有医治小儿的方法？让我再想一想。为何你神色如此怪异？这大皇子病得蹊跷，给我几日时间，待我找出真相，再告诉你。难得见你如此慎重。真儿，娘好想你。姑姑，跟我来。坐下说吧。少先站着便是。我已找到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了。少先叩谢姑姑。不必了，坐下吧。替元贞渡劫的法子万事已具备，就差推人这东风了。推人？简单来说，就是6月初1那天，那美人出现的时候，要有一个人将皇帝推下水。好，少先来做。届时你用了隐身术，待那命中注定的美人出现时，轻轻走到皇帝身边，将他推下水即可。但是这样做会遭法力反噬，你去做有些凶险，应该找个壮硕的人去做。既然这事儿必须要做的话，那我便让我家君上来做。也好，反正他是元贞的亲爹，这样缺德的事让他来做，最合适不过。少先这便寻君上来见你。好，动作要快，离凡间6月初1的日子不多了。姑姑放心。如此，便算是做好准备了。上神，7万年前是你收留了我，7万年后，你又要救我的儿子，你可真是我母子的贵人呢。娘娘，祭坛差不多日落之前就可以建好。好，那我就再等几个时辰。什么？白浅让我推东华帝君下水？不错。你答应了？姑姑说，只有这一个办法才能救元贞。为什么？时间太紧迫，我也没有来得及多问。但是姑姑既然这么说了，那肯定只有这一个办法是最周全的。难道是他要借此来报复我们？报复？你有所不知，凡是在凡间用仙术修改运步的，都是要受到惩罚的。白浅他选谁不好，他偏偏来选我，难道不是他想借此来报复我当年悔婚的事吗？君上，你不可如此说我姑姑。这次她肯下凡来帮我，本来就是看在我们主仆的情谊上，不计前嫌。而且她一直是我最敬仰的姑姑，以她的为人，她是绝不会借此对我们做什么的。好，千万别动气，千万别动气。是为父心胸狭窄了，千万别动气。
我这就去反见。上神，坐。桑吉还是要为当年的事情道歉。不管怎样，贸然提出悔婚，都是桑吉的错。当年事不必再提，坐吧。不知可否有人跟上神说过，上神很像当年墨渊上神座下的17弟子司音。我和他有过一面之缘，你们……水君此番前来，既然是为了元真的事，就不必说旁的了。咱们说说明日吧。是。坦白说吧，这次你要推下水的那位，是东华帝君。这件事情我本来是让你妻子去做的，但她现在有孕在身，毕竟不好。啊，多谢上神考虑得如此周详。不必客气了。我就起来说说明日你要做的那些事情。好。到了明日那时，你且先去野山。太子殿下还真是放心不下上神呢。毕竟那位是东华帝君。殿下放心，帝君并不是心胸狭隘之人。时辰一到，大鹏就要来，得赶快将元真叫过来。去，帮我将太子请过来。是。太子殿下，道长有请。师父。师父，不知此时要元真来有何要紧之事吗？你来的正好。师父不知为何，刚刚胸中闪过一道白光，将平日参悟不透的道理全部都参透了。你可想知道为什么？元真当然想知晓。如此便最好。你去太子殿等我，为师随后就到。难道这些歌舞比为师的道法还要重要吗？不，徒儿知错，徒儿马上就回去。快看，那好像是大鹏鸟。世间竟有这么大的鹏鸟，这大鹏鸟竟如此凶猛，飞得这么快。如此大的鹏鸟，只在经文中出现过。此时现身，会不会有什么征兆？陛下，这分明是祥瑞之兆。符咒，就凭一只鸟，就说是祥瑞之兆。
陛下危险！闭嘴！陛下小心！陛下！陛下，别靠近水边！陛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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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救命啊！来人，快去救人！陛下！快来人呐！陛下不通水性啊！快来人呐！陛下！来人呐！快呀！来人！千算万算，却没有算到东华这事脱生成了一个旱鸭子。如今叫谁去救这美人啊？殿下不可失范。你怎么样？没什么事吧？怎么会有人推我下水呢？或许是你平日太受太子宠幸，招人妒忌，有人趁乱教训你吧。夜华，你这样用法术是有违天规的。只要你安好，我怎么样都无所谓。你这样救了我，那东华和凤九怎么办？回上神，他们都好，这本就是他们应该立的节。再过几个月，小殿下便可以得偿所愿了。如此便好。既然这样，你们快回天宫吧。一个太子久待在凡间也不好。我的事也还没做完，我也先走了。